拆解100首氛围电子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ic。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我个人的作品，是在22年签约发行在 Monstercat Silk 厂牌的一张 EP， 里面有3首歌。那么今天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是第2首，叫做 Night Thinker。那这首作品呢，其实我在我的课程平台里面已经有完整的一个工程的详解了。那今天我拆出来2点，我觉得比较有趣，值得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来讲一下。那至少是在我们前面拆解的这些作品当中，暂时还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内容，而且作为拆解系列，或者是作为乐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会去解读这个作者他的这个他创作这个的意图，或者他的一些创意点或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是在去猜测那这次我分享的是我个人的作品，所以我很明确很笃定的告诉大家，我这个地方就是用了什么样的想法，就用了什么样的创意，用了什么样的这个立意去做的就非常的很熟悉，就我很坚定的能够去给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了。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好，再来听后面一点吧，后面它就差不多转成了类似于 trance 的感觉。好，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点呢，是我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最开始的想法其实就是只做了一个底鼓，然后创建了一个迷笛轨，然后去想这个我弹一组什么样的和弦进行。那么和弦进行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再去做的这些歌通常要么就是3个和弦，要么就是4个和弦所组成的一个和弦进行，然后让他们就是每8拍一个，或者是怎么样安排。那这一次呢，我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明确的就是在去想，我不想按照常规的那个方式，我想打破一点点这个常规。所以我们来听一下我的和弦的这个结构，2、3、4、5、6、7、8、2、3、4、5、6、7、8、3、2、3、4、4、2、3、4、5、2、3、4、5、6、7、6、2、3、4、5、6、7、7、2、3、4、5、6、7、8、2、3、4、5、6、7、8。好，当时我在弹这个和弦的时候，就内心里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就想要这个节奏。那这个节奏带来了2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发现这个4、2、3、4、5、6、7、8，按理来说应该是中间这个和弦逗号这个地方，通常情况下这个和弦到这儿，下一句就要完全的一模一样的去重复去 loop 了，然后结尾做一些变化可以，但通常这个5、2、3、4、5、6、7、8是跟前面1、2、3、4、5、6、7、8是一样的，但是这里呢，我却是跟上一句的4、2、3、4、5、6、7、8是串联过去的，也就是说模糊掉了中间逗号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其实我当时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把它做完了之后，我发现我想填旋律的时候，填内容的时候，那中间模糊掉的这个东西反而就有点棘手了，不像以前做的那么自在那么自如了，就要去想一些其他的方法然后第2个稍微危险的地方就是后面的7、2、3、4、5、6、7、8和8、2、3、4、5、6、7、8和等下一次你再去循环的时候，又回到1、2、3、4、5、2、3、4、5、6、7、8这些的时候，又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其实loop感这种边界感完全被模糊掉了，而且特别容易被人听得很有 loop
的感觉，所以在去做其他内容的时候，我去比如加了这个旋律啊，我把这个贝斯也加上了，来增加一点小听感。然后当时我做的这个旋律啊，我找了比如这个人声采样和这个吉他，我们来听一下。4、5、6、7、8，2、2、3、4，3、2、4、5、6、7、8，5、2、4。正常来讲，5、2这里大家应该有一个喘息，有一个重复的，有一个对称感，它这里没有那个对称感，它被延迟往后延了。7、2、3、4、6、7、8，8、2、3、4、5、6、7、8。好，所以这里的这个结尾处，这个8、2、3、4、5、6、7、8，这里的吉他的结尾和下一句的这个人声，其实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划分乐句的一个逗号句号的一个点啊，所以这里还好说，但是中间这里呢，中间这里又觉得好像怪怪的啊，有点不是很对称，然后又有很空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又做了这样的东西。又做了一些点缀的啊，这个算是夹在这个缝隙里的这个内容，我们再听一下。哎，就这一个小小的东西，突然就让人觉得这就是这个乐句中间逗号的那个作用的东西啊。以前就是靠和弦的循环，这个来去做，而现在呢，利用这样的一个小点缀来做。因为通常在一个作品的编排里面，我们除了主要的核心元素之外，我们都还是会加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 air candy 的东西啊，这种就属于那种添加进去的，能让乐句变饱满的，能让耳朵觉得哎内容丰富，但又不喧宾夺主的一些小点缀啊，就这种小点缀，它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把中间的这个缝隙也给填上了，同时又让你觉得有一个乐句感，然后这就是下一句的那个人声，哎，靠它给糊过去了。然后我们再听后面这儿。这里又有一个小点缀的一个东西，那它如果是在一些传统的这种 progressive house 也好，或者是 trance 也好，会有大量的这种白噪啊，这种 noise 的东西来去做这种乐句的划分点缀啊，这是 FX 的东西去做。那我们在这里如果全都是那些东西就很无聊了，对吧？那这里我们就选择用这样的合成器的元素。啊，这就证明这里不是大的句子中间的一个变化，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内容。然后等真到大句子的变化，后面自然有这个真正的 FX 的这个白噪这个的这一层，我们来听。哦，我全放出来。啊，这个是大乐句感的划分的句号，那这里呢是那个小乐句感划分的句号，然后这个小逗号啊，也就是说我这里用的这些东西来让这个乐句让听众就一听有明确的这个乐句感的地方，而实际上我在写这个和弦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去做，而是模糊掉了那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相对稍微反常规一点的。不过也许有别的作品是这么做，但至少我们最近分析的这些都还不是这个样子。好，这就是第一个我想给大家分析的点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鼓组。这个鼓组呢，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听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能不能听出来？就是我的 clap 这个位置，它不是在2/4拍正拍上的位置，而是往前移了。什么意思呢？我把它换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上，大家听，2、3、4。
4，哎，这是正常的2/4拍上的，你可以放击掌 clap， 你可以放 snare 这种内容，对吧？但是我把它前移了。这个也是在我最开始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在我弹完这个和弦之后，脑子里就蹦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我不想让这个clap snare 在正常的2/4拍上啊，反正那天就怪了，这个灵感就是很怪，我就是不想让它按正常的走，然后我说那就往前移吧，啊，这个也不是说很独特的一个构思，其实也有其他的作品是这个构思，但至少它的比例不是那么的多啊，不像那个在2/4拍上的会更多一点。那这个内容再加上我们的和弦，就是我最开始的这个立意的。好，我把它放回去，放正常。哎，有没有觉得它突然就少了一点什么？就少了一点个性，少了一点想法啊，它就立马回到了一个常规状态上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经常说一首作品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元素，有一些什么样的性格。你看这个稍微往前移一点，就是它会往前抢一点，那就说明他的情绪是往前有点着急的啊。再加上这首作品的整个的和弦或者是整个的情绪。它不是那种像我们分析的 chill house 啊 melodic house， 它很 chill， 它往后拖，它很想讲究放松，是往后的那种感觉，它是有点往前的。因为我做的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很强烈啊，就是要想突出强烈这件事，那这个就往前赶，然后这个就往前这么去做了，那这些就合理了，这样去解释就合理。所以这是想分享给大家的我对这首作品的一个小的想法和创意上的一个内容啊，希望能够给一些制作人朋友一些灵感啊。对，那关于这首作品的课件呢，我就因为版权问题没办法给大家详细的这个工程了，那我就导出我的一些分组的一些音频分轨，然后稍微详细一点分轨，然后上传到我们的课程平台的免费资源区，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下载学习。好了，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音乐的话，记得去各大音乐平台多多支持我的音乐哦，搜索 MELCHI， Melchi 就是我啦，谢谢大家啦。